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爱情韩剧《雪滴花》第5章的故事。上一章讲到，秀浩回头把妹妹给自己的项链戴在了英露的脖子上。雪熙发现光太举报了秀浩，赶紧跑出来告诉英露，让秀浩快走。李康武没能抓住秀浩，他怀疑光太提供了假情报。风雨认出英露的搭档是秀浩，觉得英露抢了他的男人，然后通过跟踪英露，发现了他们在4楼藏人的证据。他本想着要举报到局子里大赚一笔，却被舍监阻拦。舍监让他不要整天搞事情，然后对宿舍的集美们一顿批评。英露还因此被处以退学的决定。秀浩在躲避追捕中，从地下的秘密出口溜进了宿舍。李康武带着部队包围了宿舍，秀浩没有退路，他选择了挟持英露。正片开始，李康武看到秀浩身后出现2名狙击手，他下意识以为是自己人，但马上又感觉到不对劲，迅速转身挡在汉娜身前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李康武背部中枪，学生们吓得惊声尖叫。狙击手马上冲到秀浩身边，秀浩看到是自己人，也就放心了。两边瞬间交上了火，秀浩这边人数不占优势，但是火力更猛，单位作战能力更强。李康武那边很快就招架不住。英露在秀浩身边，听着外面猛烈的枪声，捂着脑袋非常害怕。秀浩看着他也满脸的惆怅，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好。受伤的李康武看着学生们很容易被误伤，下令自己这边先停火，然后换防暴部队顶上。秀浩这边又是一轮扫射，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卵用，而且他们这边已经没有子弹了。秀浩也不能眼看着小弟全部牺牲，他朝着大厅中央的水晶灯开了一枪，水晶落地打乱了李康武那边的阵型。秀浩拉起地上的英露，走到外面，拿出1颗手榴弹，让李康武那边把枪都扔了，不然就和英露同归于尽。李康武只能下令把枪放下，他想劝一劝秀浩，这样搞你俩可没法谈恋爱了。但是秀浩仍然失了智，拿着手榴弹继续前进，逼迫李康武撤退。英露看着秀浩，眼泪都被吓出来了。这才分别几天，怎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？秀浩让李康武单独留下做人质。李康武觉得秀浩反正都是瓮中之鳖，留下就留下呗，说不定还能残血反杀。汉娜担心李康武留下出事，大喊大叫着不行，但还是被嫁了出去。这一趴男二这对比男一这对好可多了。英露看着秀浩的冷酷表情，看着残破不堪的宿舍，肯定是心如死灰，觉得自己爱错了人。秀浩把学生们都集中到2楼，汉娜向安局长请求支援，但是安局长没有上级命令，又不敢擅自做主。这个妻管严给夫人打电话，问此事如何抉择。夫人知道英露也在学校里，英露又是殷部长的女儿，肯定是要支援的，到时候把所有责任都甩给不听话的李康武就行了。安局长感觉此计甚妙，就这么办。秀浩在1楼设置了大量炸弹，防止警方突袭，还把光太和全太绑在了一起，在他俩中间加了1颗手榴弹，让他俩不要分开，但其实是吓唬他们的。舍监本来藏在办公室里，没有被秀浩等人发现，但他此时主动现身2楼，可他的表情非常淡定，看不出丝毫的恐慌和着急，还敢跟秀浩的小弟对线。李康武本来就受了伤，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小弟看不过去，又把他按在地上摩擦，和他的发型配合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个拖把。后妈知道宿舍被劫持后，反而一脸的开心，看起来他是希望英露死啊，这样就没人和他分家产了。安局长则是下令，首要任务是要保证英露的安全，其实是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。而殷部长此时还在和秀浩爸谈生意，这亲家公的关系看起来还是可以的，就是2个孩子不太让人省心。安局长紧跟着向殷部长报告宿舍被劫持了。殷部长打电话回家里，后妈接起来就是哭腔，表现得非常担心英露，但是电话一挂，变脸比翻书还快，简直是实力派演员了。殷部长得知英露被困后，竟然也不是很着急，他的关注重点反而是尽量不要声张，悄悄地处理完这件事儿，这爹也是没谁了。宿舍里大家都被要求躺在地上，冯玉现在也没忘 diss 英露2句，表示这都怪英露救了秀浩才惹火烧身。静明表示想去厕所，短发小弟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，但是长发小弟很不通人情，一个杯子就砸了过去，吓得大家又是一阵尖叫，差点直接就地解决了。
秀浩把金师傅父子二人也带了上来。英路看见李康武血流不止，表示想要帮他止血。长发小弟脾气暴躁，扭头就想给英路一巴掌。秀浩及时制止，表示他自己也受了伤，一起处理一下吧。他跟着英路去了医务室拿工具，看着英路的样子，男女主的专用 BGM 又响了起来。即便在这么混乱的局面里，秀浩心中的纠结无奈和英路心中的善良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英路慌不择路，差点踩到秀浩设置的机关，秀浩及时拦住了他。英路灵魂发问：你真的是间谍吗？我救了一个坏人吗？秀浩没有回答，只是提醒他不要强行出头，当心因此丢掉性命。这都突然就变得很虐心啊！这时殷部长得到消息，知道了秀浩和北方领导的父子关系，这下可就难办了。北边的宝贝儿子和南边的宝贝女儿该怎么和平处理呢？南总长知道消息后显得越发激动，本来还在床上和清雅腻歪的他，马上就爬起来赶赴现场。英路帮李康武处理伤口的时候，李康武请他帮忙藏了把镊子在袖子里。李康武告诉秀浩，之所以对他那么执着，是因为已经追了他很多年了，他因此失去了很多兄弟，自己的性命也差点交代掉，所以这可是积怨已久的一笔血债啊。宿舍楼外已是重兵集结，非常热闹，几位大佬们也悉数到场。最难办的还是夹在中层的人，既要保护英路，还不能伤了秀浩。安局长布置作战计划，根本没有把李康武的安危放在眼里，这让汉娜难以接受。安局长跟秀浩喊话，说是在门口准备了一部电话，用这个来谈谈条件。秀浩用慧琳的性命威胁光太出去把电话拿进来。慧琳看着眼前这个吓得尿了裤子的怂货，只能用一句我爱你鼓励他。就在光太战战兢兢地走出去后，汉娜看见秀浩就站在门后，她不管3721，就是要先干掉他。旁边一个小弟及时干扰，汉娜一枪打歪，但这让原本僵持的局面又剑拔弩张起来。秀浩小弟直接开火反击，秀浩趁机出去拿回了电话。安局长下令撤退，殷部长这时也来了，他让汉娜回去关禁闭，不要再掺和这里的事情。殷部长想接管这里，南总长后脚也跟了进来，表示这种事情见者有份。宿舍里，李康武松开了绳子，英路装作肚子疼，吸引短发小弟过来。李康武正准备背后偷袭，长发小弟正好回来，他没有成功。光太和全太这对尿裤兄弟换上了血洗的睡衣，引发了一阵大笑。殷部长给秀浩打电话，表示刚刚是误会，还暗示了他和北边领导人的关系，让秀浩半个小时后从地下2层撤离，那里有人接应。长发小弟觉得这是陷阱，秀浩想要试一试，总感觉长发小弟要对秀浩不利似的。秀浩来到207宿舍，打开收音机，调频后确定了命令更改的真实性，果然是自己人啊。但是长发小弟觉得这也有可能是故意安排的，但是秀浩一波分析就猜到了南北方领导肯定是做了什么交易。短发小弟对他言听计从，长发小弟一脸要当内奸的样子。另一边，其他组员保护韩教授撤退的船上发现了异样的情况，来接头的部队好像不是自己人。秀浩决定按照殷部长所说的撤离，但是他警告殷部长不要妄图耍小花招，否则人质就都完了。但殷部长却安排手下等秀浩出来后就在后面悄悄跟踪。安局长听了夫人的话，觉得殷部长会成为朝鲜下一位领导人，所以他对殷部长的指令言听计从，还化身一只老舔狗，疯狂地舔着殷部长的皮鞋，这让南总长看着十分不爽，表示怎么回事，老子的脚没味吗？海上几个组员遇见的果然不是自己人，他们赶紧装成渔船，表示不小心迷了航道，赶紧掉头就走。但是韩教授突然从船舱出来，向军舰呼救，组员眼见情况不对，直接射杀了韩教授，两边也开始交火。话说这剧情怎么这么复杂呢？不是说好的要合作吗？谁又单方面撕毁协议了呢？这背后难道还有什么巨大操盘手吗？天色逐渐亮了起来，学生们都躺在地上睡着了。秀浩坐在英路的不远处，静静地看着他。然后秀浩和组员开始撤离。殷部长那边接到报告，称南方军舰和渔船在海上交火，竟然吃了亏。这说出去谁信呢？但看起来这事儿都不是殷部长安排的，这下两边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了。南总长表示现在只能按 B 计划来了。秀浩和两个小弟从地下2层出来，树林里安静的令人感到可怕。秀浩察觉出情况有变，迅速进入战备状态。他示意小弟原地返回，但刚走一步就被四周埋伏的部队击中了。
秀浩赶紧丢了一颗烟雾弹，掩护小弟后撤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秀浩他们且战且退，情况非常不利。男总长安排清雅进入宿舍，让他把里面的某些人解决掉。长发小弟和秀浩起了冲突，他觉得撤离没可能了，不如像个战士一样，拿着手榴弹和人质玉石俱焚。宿舍的情况逐渐失控，人质开始反抗。英露劝秀浩离开，但秀浩却拿枪对准了他的脑袋。那么这么混乱的局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英露和秀浩还有撒糖的机会吗？我们下章再揭晓吧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